今天是2023年的1月22日，我现在在伊斯坦布尔的古城墙的旁边，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半。今天是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城墙，所以就下车下来，在城墙周围转一转。今天是计划去蔬菜批发市场，在欧洲区的一个比较大的蔬菜批发市场，想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把国内的大蒜出口到这里。我有一个表哥，他是在河南开封祁县种大蒜的，那边是国内的一个大蒜的主要的产区，也是一个批发的一个聚集区。因为手机的信号，我土耳其手机的信号已经失效了，满3个月了，所以现在就只能用国内的手机流量。由于那个谷歌地图也不兼容，所以现在导致我出门有时候定位不准确，所以就经常的下错站，或者是找不到地方。最近在忙着学习英语，因为到1月底的话就需要参加最终的一个英语考试。如果英语考试通过，就可以进到专业课里边学习。还有1周的时间，就要英语考试了。这个语言考试还是比较规范，它综合了出勤，然后还有写作，还有演讲，还有词汇、语法、听说读写吧，就各方面的。之后我的专业课是外贸，希望能在专业课里边能找到一些本地的合作伙伴。关于这个英语考试，我之前报名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考试还是比较规范，而且呢也没有意识到它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。如果是没有英语学习基础的话，想通过这个考试还是比较困难。我是选的是中高级的这个档次的。如果是没有基础或者基础比较差的话，应该还有一些低级类的考试。之前认为这个考试可能难度不大，然后上课呢也是正常上课，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期中考试，期中考试和我们国内的这个4、6级考试有点像。考试以后呢，觉得听力还是挺难的，和我们国内的大概是4级考试的难度相当。考试的内容就是有听力、阅读、语法、词汇，还有写作，大概就是这么4大类。如果是没有语言基础的话，想通过这个考试还是比较难。上课的话，老师讲也是全英语，同样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英语基础。如果英语基础不好的话，可能会比较难以接受。经过2个月的学习吧，我觉得这个考试还是期末考试应该通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这个考试包含听说读写，所以上周呢就是在准备说这个部分的考试内容，就是进行一场就是做一个 PPT， 然后呢针对 PPT 的内容进行英语演讲，大概是10分钟。
考试的成绩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整体来说，我的听力还是有点欠妥。整体来说，我的听力还是一个英语里边的一个短板。所以说这个考试的话，还是要比较重视，也是需要下一定的功夫的，并不是说上课然后就肯定能通过。当然，如果英语好的话，通过这个考试还是不难的。如果是我是4级，我是英语的那个4级水平。如果是英语比较好，通过了6级，我觉得通过这个考试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好了，现在看一下这个城墙背面的样子。这个是城墙背面。这个就是这个城墙从这个后边看的话，还是比较古老的，应该是有一部分有翻新，但是呢，现在这部分的城墙是原始的，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这个风雨的侵蚀。这个是以前这里的名字叫做君士坦丁堡，所以这个城墙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墙。这个建筑可能也是以前的建筑。把那个车都开进去了。这上边还有一些弹孔，就这个小圆点就是弹孔。好了，今天就拍这么多。